将臣司玉丹口中的垓下压根不是什么圣境，因为垓下的垓本应是尸骸的骸。说到这里，让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司玉丹当初是怎么描述这个地方的。那是一个能让所有人吃饱穿暖、没有战乱的地方，也是我们以后的家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带着族人到那里生活，直到笑着老死。笑着老死听起来是不是并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甚至看完还会感觉尸体暖暖的。但如果结合开头宋寒英灵的场景，以及司玉丹提到酒垓时的态度，就能初见端倪。注意，这里他只是用了传说、说过这样的字眼，就足以证明酒垓在此之前都还停留在一种概念和信仰的层面，并没有人真正见过或者前往此地。甚至一番细品下来，才发现凡是提到酒垓的人，无一例外都把它和死亡与身后世界联系绑定在了一起。最典型的还要数开篇那句顺着天路，所谓酒垓。再对应到司玉丹那句笑着老死，是不是就有点类似于含笑九泉那位了？而更有意思的是，明明8个部族的战力都相差无几，司玉丹所在的羽灵部还曾靠着一手独门秘术达到了冠绝漠北的程度，怎么偏偏后来就衰弱了？还偏偏就是这个日渐衰微的部族，其首领又恰好拥有能摘下一枚拔灵石的力量。说不是有人在做局，我反正不太相信。而能提前摆好这一盘大棋的，非多阔或莫属。从最新的剧情中，我们已能得知，这块拔灵石并非由多阔或亲手赐予，还是被部族的夷离锦用秘术动画摘走。他也不是传闻中那个会赋予守护族人之力的圣者，反倒是被袁天罡用华阳针封印起来的不祥之兆。唯有取下阵法上剩余的7颗拔石，才能让他冲破这气牢，最后兑现给将臣许下打开酒垓大门的承诺。当所有人都还在关注谁才会是那个取下拔灵石的天选之人时，却唯独忘了最重要的一点：多阔或帮忙打开酒垓大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履行一开始的那个诺言吗？我觉得很显然不是。如果觉得这纯属一种阴谋论，不妨先细想想多阔或在挣脱拔石阵法之后，他第一件事是要去做什么？肯定是先找袁天罡算账，报着100年的地牢之仇。而既然他已经知道袁天罡已死这一情况，你猜他接下来的打算是造福世人，还是危害一方？想必也只有后者这一种可能了。再从之前放出的终极预告来看，将臣已经如愿打开了酒垓大门，但一片猩红的画面和极其诡异的氛围，无不预示着这扇大门背后不管是什么，都一定不会是将臣所期望的那个世外桃源。可如果不是将臣和司玉丹口中能吃饱穿暖、没有战乱的地方，那又会是谁所期待的地方呢？答案就只能是多阔或了。因为根据司玉丹当初所述，漠北真真切切存在这样的地方，就在南方。这里的南方应该就是中原，也只有这里才完美符合他们所幻想的一切。但放到多阔或身上，这层意思就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入主中原，也就是打新兵哥一举入侵。而这样的垓下，恐怕非但不是什么人间仙境，反倒是重现当年羽灵部的尸山血海。垓下自然也就能理解成骸下这一层推算。而这一结论不是我空想所致的头脑风暴，因为对应到将臣再次见到多阔或时，他是说了这样一句话的：不过司玉丹，或许找到那人，也将会使你失去一切。在他还不清楚眼前之人并非当初的司玉丹时，那么这句话的信息量就很大了。他应该比谁都清楚当初羽灵部的灭族惨象，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略带一丝嘲笑的意味，是在讥讽他还不曾看透自己的那点小心思。等他出牢之时，便是袁天罡所预言的天下大乱之日。